你是一名飞行员，现在你驾驶的 F-35战斗机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迫降，起落架折断，机头在跑道上划出了一条深深的痕迹。这下完了，你心里这么想着，以这种形式迫降的话，怕是飞行员生涯就要这样结束了吧？开玩笑的。好消息是，其实你并不是 F-35的飞行员，不需要对此次迫降负责。而坏消息是，你是一名维修人员，你现在需要修复这架机头已经彻底报废的 F-35战斗机。如果修不好的话，维修人员的生涯恐怕也一样要结束了。为了自己的工作能继续干下去，聪明的你马上就想到了给这架飞机换备用零件的解决方法。现代战机的生产中基本应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这样就使得现代作战飞机可以在战争时期通过更换零件快速修复损伤，投入战场。但这时负责检测的工程师来告诉你，这架 F-35战斗机它的机头因为在跑道上刮擦，已经造成了结构性损伤，想要通过简单的更换零件维修已经不可能了，除非能把整个机头锯下来，然后拼个新的机头上去。这时候你想到，在2014年埃格林空军基地有一架编号为 AF-27 的 F-35战斗机发生了发动机着火的事故，整个机身后面烧成了焦炭。虽然飞行员安全逃生，但这架价值为8000万美元的战斗机基本已经成为报废状态。虽然事后对这架战斗机进行了翻修，但是被火焰炙烤过的结构已经不再可靠，所以这架飞机只是摆放在埃格林空军基地作为地面静态教学使用。没错，现在你就是要用这架编号为 AF-27 的被火烧过的 F-35战斗机，用它的机头来维修你手上这架编号为 AF-211 的 F-35战斗机，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在航空维修中，这种使用拆机件来维修战斗机的行为被称为零件提供者。如果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备件的补充的话，地勤的维修人员们会使用一架还算完好，但因为各种问题已经无法起飞的飞机，将其作为零件提供者。只要有其他飞机需要更换易损零件，地勤人员就会从零件提供者的身上拆下这些零件，用来维持其他飞机的正常运转。这种用拆机件修飞机的行为实际上并不罕见。伊朗的 F-14 机队在美伊交恶之后被切断了一切零部件来源。在一开始，他们还能通过黑市走私等渠道从格鲁曼公司搞来各种零配件，但在美军察觉之后，他们销毁了全部的 F-14 零配件。因此完全没有办法的伊朗空军不得不在自己的机队内寻找飞不起来但是零配件又很齐全的 F-14， 将它们作为零件提供者来维持整个机队的维修。那现在问题来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F-35 的零配件非常充足，之所以你没有通过更换零配件的方式维修这架战机，是因为它产生了结构性损伤。这时候聪明的你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把机头受损的 AF-211 的机尾和机尾受损的 AF-27 的机头拼在一起，这样一来，不论是机尾还是机头的结构基本都是完好的，而这也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完美的维修方法了。但问题来了，这种拼装机头和机尾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成功的概率呢？这个时候就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了。可能你不知道的是，飞机这种东西从发明之初就是由许多零件拼装而来。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行者1号实际上就是由木质骨架拼接而成，其结构基本上就是在拼搭积木而已。当然，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拼搭积木式的生产方式显然满足不了军队对于飞行器的产能要求，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些负责生产军用飞行器的工厂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另一种工作方式，即流水线作业。流水线作业的历史并不悠久，实际上最出名的流水线产物应该是1908年开始生产的福特 T 型汽车。流水线生产也就是一个工位只负责一个工序，这样一条流水线就会把一台汽车拆分成无数个重复性动作，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很显然，像飞行者1号这种拼搭积木的结构很难适应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所以飞机设计师们就开始了他们天才的创意。他们借鉴了在轮船制造中的分段制造概念，就像切黄瓜一样，把一艘轮船切成无数个等分，先制造这些分段，最后再将这些分段拼起来，统一进行焊接。这样一来，就能以最短的时间制造一艘可以下水的船。这种制造方法直到现在制造航母还在使用。当我们将这种分段制造的概念引入到飞机生产中，飞机设计师们的巧思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一开始，他们首先将飞机的机身和机翼拆开制造，这样一来，工厂流水线就从需要处理一个十字结构变成了需要处理2个一字结构，最后再将它们拼成一个十字结构。这样一来，飞机的制造就从复杂的一套工序变成了相对简单的2套工序，在简化了生产步骤的同时，也增加了生产效率。
但飞行工程师们并不对此感到满足，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军用飞行器的战争。诸如 B-17 空中堡垒、B-24解放者等重型轰炸机在北美大陆上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就对工厂的流水线提出了全新的考量。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工厂可以单独负担如此庞大的生产任务。为了飞机的产量，工程师们决定将轮船的分段建造模式贯彻到底。这个时候的战机建造已经不是单独的将机身和机翼分开，而是将机身、机翼、飞行控制系统、炮塔、引擎等部件分散在全美各个工厂进行制造，最后再将它们组装到一起。虽然这样大大增加了生产效率，可问题呢也随之而来。诸如 B-17 和 B-24等重型轰炸机，它们的机身太过庞大，难以通过铁路或者公路将其整个运输。在这个情况下，飞机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开始尝试和制造轮船那样，分段制造飞机的机身，将它们拆成不影响运输的几节，运输到总装厂之后，再由总装厂的人员像拼乐高一样把它们拼起来。而这种技术现在还在运用，不管是战斗机、轰炸机还是大型客机，它们都是成段进行生产制造，最后再拼装的。好了，现在你已经从历史中找到了可以将战斗机的头和尾拼起来的依据，那现在只需要再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因为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工厂进行分段生产再拼装的方法可行，但并不代表你进行维修时也能将飞机的头和尾这样拼接。毕竟在飞行时，飞机的结构在时时刻刻接受空气压缩和过载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飞机结构的骨架会有微不可察的形变，会造成金属疲劳。更何况你手上的 AF211 几乎是摔在跑道上，而 AF27 更是被烤得外焦里嫩，谁也不敢保证这两架飞机的结构是否完好。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能从历史中对拼战斗机这件事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只因为现在你手上需要拼起来的 F-35 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废物利用的喷气式战斗机。在各国军队拼战斗机的过程中，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美军目前已经有了拼飞机的实验。早在2010年左右，为了给假想敌部队更换新的 F-5 战斗机，美军就向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下了一个订单。结果，格鲁曼创造性的将来自于美国海军的 F-5F 备件装到了从瑞士回购的二手 F-5E 战斗机上。另外，芬兰空军也有这种废物利用的经验，他们曾经有2架 F-18D 战斗机在飞行过程中受损，于是芬兰空军采购了部分来自加拿大空军的 CF-18B 的机身，修复了这2架战斗机，让他们重返蓝天。但最终这2架战斗机在2009年左右先后损失，因此我们很难说芬兰空军这次的修复是否真的成功了。虽然这些消息对你来说一喜一忧，但你也从其他地方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有人传言说，这次修复 F-35 并不是想要挽回2架价值8000万美元的飞机，而是希望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和新的技术。因为对于 F-35 这种精密的隐身战斗机来说，在传统意义上，每一架的损伤都极有可能成为不可逆转的损失。你知道，之前就有一些案例影响了 F-35 的交付，比如钻孔和接缝的误差影响了蒙皮的覆盖，而导致整架飞机被拒绝收货。所以，对隐身飞机的修复能力一直是美国空军希望发展并且得到的。毕竟，在未来的冲突中，空中战斗变成绞肉场而非决斗场的概率正在逐步增加。那么，怎样维持机队的战斗力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所以，美军也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获得一些维修先进隐身战机的经验，从而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虽然你的饭碗差不多算保住了，但你还是对此觉得比较可笑，因为军队上层的家伙们很显然对于修复一架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毫无概念。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之前在廷德尔顿空军基地有一架 F-22因为无法放下起落架而不得不选择机腹着陆，而为了修复这架飞机，美国空军花费了3500万和7年时间才让这架飞机勉强可用。那至于修复这架 F-35到底要花多少钱和多少时间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你的饭碗大概率是保住了，其他的，管他呢。